文学汉语吧，还真得加点小数。光凭热情容易挨打。大胖媳妇因为跟我爸学了一句汉语，觉得学到了就要多用，结果把人家搬家公司给骂了，差点挨顿刑。咋回事呢？俺家最近非常着急要搬家，因为房东把这房子给卖了，新的买主呢就很着急要装修，就天天劝我们，你们能不能赶紧搬，能不能赶紧搬？为了保证孩子上学方便呢，我们就在同一个小区找的新家，新宅跟故居就隔了3栋楼。你说这距离吧，它但凡远一点，你还能雇个搬家公司用车拉。这俩地方呢，距离不超过35米，就只能找那种收纳公司用小车给你平移搬家。我以为能更便宜呢，就上网找这种服务叫日式搬家，说都给你分好类，归纳好，你啥也不用操心。说的可好了，而且上门就认出来俺家人了。你不是大胖媳妇吗？我认识你。然后转身评估，报价14000。大胖媳妇一听疯了，问我他认识我，难道不认识我妈吗？你给温蒂14000，他能把北京朝阳区都给你收纳了，这钱花的可太大脑袋了。你赶紧让他走，逼我撵走了收纳公司。大胖媳妇说他坚决要自己搬，此刻就开始运。然后我爸就不让，我爸呢查了万年历，说今天不适宜搬家。大胖媳妇完全没听说过这种讲究，就问我爸为什么。我爸说确切的说，人写的是今天诸事不宜。大胖媳妇说什么是诸事？我爸说诸事就是所有事，诸在汉语中指所有，诸事不宜，诸有此类，烽火戏诸侯。大胖媳妇听懂了诸指所有的汉语用法，但并没有懂背后的习俗。同城购物买了一个超市的购物车，晚上天一摸黑就开始自己搬。趁我爸不注意，他把小的东西都放购物车里，在地下车库搬了10多趟，但是发现大件他确实搬不动，然后自己联系某搬大件的公司，约了3个师傅帮他过来搬床什么的大家具。我爸都快睡觉了，大胖媳妇过来了，老丈人你起来，人家要来搬床了。我爸说谁来了？大胖媳妇说猪来了，猪来了，猪来了，谁来了？猪来了，猪来了，猪来了，猪干什么？我爸莫名其妙被他薅起来陪猪一起搬家。我说你用我爸可以，但马上过年了得犒劳老爷子，他血糖不稳，忌口会营养不均，你送一堆不如送一杯伊利新活舒糖奶粉，这一杯富含16种营养，低 GI 零蔗糖，葛根黄精这类中式养生食材，适合要控糖的中老年。这叫送的贵不如送的对。人小区都有认识我们的，非常尴尬。我爸就陪着大胖媳妇连着孩子就这么一趟一趟搬的。然后我爸对今天搬家这事儿呢，就还是不是很舒服，路上就跟大胖媳妇叨叨，就不应该今天搬。大胖媳妇呢有她的小心机，她就生怕我万一脑袋进水同意哪个收纳公司了呢，花那大脑袋钱，所以就想赶紧把这活干完，让日式收纳无机可乘。我爸呢就老在他旁边阻挠，大胖媳妇一个着急，叭叭放车里。我爸还说呢，根本不差这一天，你咋不听话呢？明天是个好日子。大胖媳妇想起来，想制服他老丈人，让他别说话，那就只有这一个招了，上来把我爸就亲一口，强吻，跟我爸说，你说的这些，猪听不懂，猪听不懂。今天 already 搬完一半了 ，no matter 你说啥，12点之前我要把猪搬完，我要把猪搬完。外国人的婚姻到底有多脆弱？一个驴肉火烧就出轨了。我婆婆和我公公不是来中国了吗？张家铁这2天一直属于一个生不如死的精神状态。在澳大上学，大胖媳妇学校这2天有事儿，张家铁一个人在家陪寝，语言不通也就算了，吃的可遭老罪了。早饭拔凉三明治，午饭拔凉三明治。Yummy. 我想喝酒。酒。 What is he saying? Bojo means drink alcohol. 10 o'clock is too early to drink alcohol. Bad boy. 我咋就败得了呢？咋就败得了呢？温蒂他就这样，他只吃那种最简单、最无趣的白人饭。我们想出去品尝啥美食，他都不敢吃，就显得他这个人吧有点隔路。所以他这次带着他老伴布莱恩来，是希望有个队友。他都跟布莱恩说了，到时候你捍卫一下我，让他们看到不是我故意搞特殊，咱们都这样。结果布莱恩呢坚守战线不到24小时，叛变了。大胖媳妇回家带着6个驴肉火烧，布莱恩很好奇，说哎呀，闻着挺香啊，这玩意儿啥呀？大胖媳妇说驴肉三明治。布莱恩吓一跳，布莱恩嘴上说不吃，心里已经开始动摇了。但是温蒂不吃啊，这时候温蒂瞪了布莱恩一眼，布莱恩被震慑了一下子，说啊，驴我就先不吃了。 What? I 想迷糊了。 Oh my goodness. 一个多玩具像迷糊，一个多玩具像迷糊。布莱恩确实也想香迷糊，趁温蒂一走，他就叛变了。吃完，大胖媳妇问他爸，现在吃一头驴这个事儿，你还不能接受吗？布莱恩说吃一头驴我还是不能接受。 I could eat 10. 大胖媳妇和张铁发现布莱恩孺子可教，一起给布莱恩安利。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缤纷吗？中国的美食遍布在各个小街小巷，那些看着破烂似的小饭店里。你愿意跟着我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吗？你愿意吗 ？Do you？ Do you? Yes, I do. Do you? Yes, I do. Yes, I do. 于是这3个男人一拍即合，开启了中国美食探索之旅，把温蒂一个人留在了家。温蒂这吃的适应不了，来干的地方脸也泛红，老蹭我的施乐肤 C 霜。北京和东北冬天都干，就它能一整天保湿，干燥泛红都解决。出门不用想那么多，带 C 霜就够了。这么一大罐子，没酒精没香精，全家都能用。温蒂都知道这牌子，在加拿大可火了。布莱恩太爽了，他3小时内挑战了糖葫芦、烤鸭、低头、低屁股、剪蛹子等中国美食。我说布莱恩，你叛变了，温蒂不生气吗？布莱恩说我就叛了，怎么地吧？布莱恩吃了1天，回来温蒂炸毛了，跟布莱恩一顿输出啊！你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，
以，你的立场应该是跟我一样，没想到你来了你就和他们一起孤立我，哇吧哇吧。温迪至少说了20分钟，布莱恩就冲温迪笑。 I love you too, I love you. 我瞅他我就觉得不对呀，这次见布莱恩他咋这么聋呢？我知道他耳聋非常严重，但是他们医院给他配了一个非常好的助听器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那个助听器不是说可好用了吗？布莱恩说好用啊，但是我根本就没充电，我说那没电的助听器那不就是一对耳塞吗？那不更听不着了吗？布莱恩说对呀，你还是结婚时间短，这玩意儿就是要不再见听力，要不再见爱人。咋整啊？我这个婆婆脑回路太清晰了，让人完全捕捉不了。他们一家人最爱吃的中国美食就是饺子，但是我真是不爱在家折腾，我就直接领他们去吃的自助饺子，52块钱一个人随便吃，我们就去了。温迪一听饺子随便吃，那去的路上就老开心了，结果到了就懵了。这熟的饺子吧，它能看出来，绿的是素的，白的是肉的，但是生饺子呢，它都有面粉裹着，你看不出来。那饺子前边倒是写了里边是啥馅儿，但他们又不认字儿。然后这饺子呢，你还不能瞎拿，吃不了的罚钱2块钱一个，所以就非常考验他们能否短时间内精准的找到好吃的饺子，吃回本。他们就都来问我，向我求救。那我看着那素材都往脸上扑，我怎么可能帮忙呢？我说你们就自己品，一定可以找到诀窍。他们开饺子盲盒品了半个小时，最终品明白了。尼寇发现带这个肉字儿的都好吃，但是温迪他又发现了一个现象，就是任何带着这个3字儿的饺子比带肉字儿的更好吃。我还没听懂，我过去一看，发现他说的这个玄机其实就是各种3鲜馅的。所以温迪推断3也是肉，肉也是3，在汉语中应该是指比肉还香的肉叫3。然后我妈今天给我们打视频，我妈就客气一下，说自己要去市场了，问他们都爱吃啥备着。温迪根本听不懂客气，自己点上菜了，告我妈我不喜欢蔬菜，我喜欢各种3，我不挑3。我喜欢猪3、牛3、羊3。你喜欢什么3？我妈说牛膻、羊膻、猪不膻，但是再膻也不如你们膻，也不如你们膻。温迪也很无辜，不是他问我想吃什么吗？他怎么又不开心了呢？温迪不但不理解我妈为啥不高兴，他还老主动出击往枪眼上撞，我根本都拦不住。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再快的救护车也救不了找死的人，也救不了找死的人。到俺家的第1天，温迪就给我妈打电话，因为他给早达买了2件非常漂亮的裙子，就要给我妈炫耀。我妈呢看着还挺开心的，说啊，这俩裙子是真不错，你也算是对隔代人大方。我也是，我舍不得给自己买新衣服，但给孩子买可以。我就跟温迪翻译了，没想到温迪说这是我在2手店买的，我从来没有给孩子们买过新衣服，$82件，我都没敢翻译，人家自己比划。我妈好像都快听明白了，温迪还不罢休，拿过来他从加拿大给我妈买的大礼，要给我妈看，是一只玻璃鱼。我知道那个它也是2手的，所以我必须得给温迪保命啊！我说温迪那啥，气氛都到这儿了，你就说这是你特意准备的老国货高姿疯狂多肽套盒，润而不油，一抹吸收，也适合爱吃甜食爱熬夜的温迪一家，红红火火送礼不出错。挂了电话，温迪问我发现了你的妈妈的确是不太喜欢我，那我想求你告诉我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是从哪件事让我给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呢？我觉得温迪他一直不懂，他也挺委屈，我还不如就给他解释一下吧。我说这个吧是从很久以前了，但是都已经过去了。当初呢就是因为彩礼这个事儿，我妈这个年龄呢，她的思维就是这样的，她很重视彩礼，彩礼对她来说呢意味的东西有很多，所以她希望你也重视。温迪说啊，我理解了，我也重视的，但是你不是叫彩玲吗？ But I thought your name was Tylene, not Tylee, not Tylee.